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中医问诊之问二便。二便就是大小便，大小便是我们人体的排泄物。二便包括我们人体很多的健康的信息，所以应该仔细的去观察。而且大小便属于人体的私密的事情，所以病人自己的观察尤为重要。问二便包括问二便的性状、颜色、气味、时间、便量、便次、排便感觉以及兼症等等，其中颜色、气味的内容将在望诊和闻诊中讨论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问二便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问大便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大便的形成过程。当饮食入胃，通过胃的收纳腐熟，传向小肠，由小肠分清别浊，再传向大肠，由大肠的传导和造化变成粪便。这里胃的收纳腐熟、小肠的分清和大肠的造化功能，把营养物质提取出来，都是隶属于脾的运化和升清的功能。脾的运化和升清将饮食物中间的水谷精微提取出来，上输到肺，由肺的宣发和速降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。这个过程受肝的疏泄调节以及肾阳的温煦和推动作用的影响，共同完成大便的形成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大便的形成与脾胃、大小肠以及肝、肺和肾阳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大便出现异常，也都与这些脏器密切相关。问大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便的次数、大便的质地和排便的感觉。正常的大便是成年人每日或者是隔日排便一次，排便通畅、成型而干燥，色黄，干湿适中，无脓血粘液及未消化的食物等等。我们可以把这种正常的大便描述为一天一次顺畅成型的香蕉便。这句话就包括了便次、便质和排便的感觉。大便的异常，我们将从3个方面来学习，就是便次的异常、便质的异常和排便感觉的异常。大便次数的异常有2种表现：便秘和泄泻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第一种便次的异常，就是便秘。便秘是指的大便密接不通，次数减少，质地坚硬，排便时间延长，或者是欲排便而艰涩不畅。需要解释的是，第一，就是次数减少。正常便次是1天1次，便秘通常是2天或者是2天以上，最长我们见过半个月1次的大便，这都叫做便秘。第二，就是质地坚硬。虽然有的人大便每天有1次，但是质地很坚硬，排便时间延长，每一次排便非常艰难，这都是属于便秘。我们用一个图来表示，大便就好像有条船，船在河中正常的运行，一定要靠2个要素。第一个就是要有阴液的滋润，这个阴液包括津液、血液和阴液，滋润肠道。第二个就是要动力，对人体来说，这个动力就是阳气。只有阴液和阳气共同作用，才能够使大便正常的运行。便秘形成的原因既有实证的原因，也有虚证的原因。实证便秘有实热和实寒2种症型。实热是感受了热邪，热邪损伤的津液导致了腑气不通，出现的便秘，通常会伴有腹满、硬痛、拒按，同时有发热的症状。而实寒是感受了寒邪，阴寒内结，导致气机不通，而出现便秘，通常伴有腹痛、手脚冰冷、形寒肢冷的症状。而虚症导致的便秘是临床或者生活中最常见的。这里虚既有精血阴液不足而使肠道湿润导致的便秘，也有气虚阳气亏虚推动无力而导致的便秘。阳气和阴精的不足都可以导致大便燥结如羊粪状。需要强调一点的是，生活中一个长期便秘的人
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便秘呢？长期便秘的人，他不可能是发高烧，出现腹满、硬痛拒按、突然发作的实热症，也不可能出现全身怕冷、腹满、硬痛拒按的实寒症。无论是实热还是实寒导致的便秘，症状都是非常剧烈的，且马上要到医院去看病的。所以，长期的便秘的人通常是以虚症为多，而经血、阴液亏虚是最常见的原因。因为阳虚的病人，尤其是脾胃阳虚的人，脾虚湿运的拉肚子，比阳虚推退无力的便秘更常见。下面我们学习第二种便次异常，就是泄泻。泄泻是指的便次增多，便质稀薄，甚至如水样，所以我们把泄泻又称为腹泻，俗称为拉肚子。正常的大便是一天一次，干湿适中的相交便。那么泄泻我们怎么理解呢？首先是次数，泄泻一般是一天一次以上，可以是2次、3次、4次，甚至更多。其次是质地，泄泻的质地是稀薄，甚至像水一样，但并不是只有水一样的大便才称为泄泻。大便的质地有3种改变，正常的大便是相交便，是有形状的。比正常的大便水分稍微增多一点的是软大便，但仍有形状。水分继续增多，已经软到没有形状了，称为烂大便。而稀水状的大便，水分最多，通常称为痰大便。所以，软大便、烂大便和痰大便都是属于泄泻的范畴。泄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5种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它前面2种。湿热泄泻和寒湿泄泻。因为泄泻大便中的水分增多，所以泄泻常与湿邪有关。湿邪可以夹寒，也可以夹热，从而导致脾不健运，大肠的气机不利，称之为湿热泄泻或者寒湿泄泻。湿热泄泻会表现为泄泻突然发作，大便颜色黄，而且味道非常臭，肠鸣，肛门有灼热感。而寒湿泄泻通常是泻下的大便颜色是淡黄色的，没有太大的臭味，而伴随有肠鸣腹痛、舌淡白，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2种泄泻。第3种，阳气亏虚，比如脾肾阳虚，失去了温煦，不能够运化水谷精微，从而导致清浊混杂而下，引起的便溏泄泻。这种阳虚泄泻的特点就是拉肚子，通常会伴有顽固不化、5根泻的特点。顽固不化就是吃什么拉什么，5根泄泻就是拉肚子的时间通常在凌晨3点到5点钟5更天的时候拉肚子。这种顽固不化的泄泻和5根泻通常是由于脾肾阳虚失去温煦引起的一个表现。第4种，实质泄泻，通常是指的暴饮暴食，或者是吃了不干净不卫生的食物之后，影响到脾的运化而导致的泄泻。这种实质泄泻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泄泻和呕吐并作，而且吐泻物的味道都会表现出臭秽酸馊的味道。第5种为肝郁脾虚的泄泻。这种泄泻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，就是拉肚子与情绪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当不开心、不高兴的时候，就开始出现肠鸣、腹痛，就拉肚子；当情绪好的时候，这种肠鸣、腹痛、泄泻的症状就会缓解。这主要是由于肝气郁结、横逆犯脾、脾湿运化所表现出的泄泻。以上是我们讲的大便次数的异常。大便质地的异常主要有4种：顽固不化、痰结不调、脓血便和便血。顽固不化是指大便中含有没有消化的食物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吃什么拉什么。通常会见于2种情况：如果久病的顽固不化，通常是由于脾阳虚或者是肾阳虚导致的脾不运化引起的病变；如果心病的顽固不化，则是由于饮食极滞导致的病变。痰结不调是指的大便时干时稀。痰结不调有2种情况，第1种是肝郁脾虚。
肝气郁结、情绪郁闷的时候就会拉肚子，当情绪开朗的时候，大便就正常成型了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每次大便刚开始的时候很干，后面又是细的大便，这种先干后弹的大便与脾胃虚弱有关。脓血便是指的大便中夹有脓、有血和粘液的部分，这是因为湿热易毒积聚肠道，使肠络受损，通常见于痢疾的病变。便血是指大便便血鲜红，或是变黑如柏油状。便血的出血点离肛门的远近可分为远血和近血，离肛门比较近的称为近血，通常表现出了血色是鲜红的，血是附着在大便的表面或者排便前后滴出来，比如痔疮、干漏等等。远血表现为血色暗红色，或色黑如柏油状，这是由于胃脘出血引起的。便血可见于虚症和实症，虚症通常由于脾胃虚弱、失去固摄有关，而实症呢，通常与胃肠积热、湿热郁结以及气滞血瘀有关。排便的感觉异常主要有5种：肛门灼热、里急后重、排便不爽，以及大便失禁、肛门气坠。肛门灼热见于大肠湿热下注或者是热结盘流，与热症有关。里急后重的里是指的腹部疼痛，后是指的肛门。里急后重就是腹部疼痛而肛门重坠的感觉，这是痢疾的特有的症状。排便不爽通常见于湿热郁结、肝气犯脾，或者是饮食机制伤食引起的泄泻。大便失禁通常是因为先天肾和后天脾的虚衰、肛门失约所引起的病变。肛门气坠主要见于脾虚、中气下陷，通常见于久泻久痢或者是体弱多病的虚弱的病人。以上是大便的异常的3种表现：便次的异常、便质的异常和排便感觉的异常。本节课就讲述到这里。